但想恋爱，但是我防备心很重，跟朋友同事侃侃而谈，但是一旦知道要发展成恋爱了，就不自觉有一种排斥，或者刻意的避嫌，特别不自然。我是做财务的，可能给人感觉不苟言笑吧，生人勿近。哎，责任心有点强，不是什么好事。我对婚姻很排斥，我也没有能力经营好，我感觉怕各种事儿，怕被扎，怕被买保险。但如果真的遇到那种我很喜欢的，我可能又会是闪婚的那种，我绝对是恋爱脑。我之前相处过的基本都是相亲介绍的，聊了没多久就没下文了，最长的也就半年多。相亲认识的可能觉得还差点意思，想要那种双向奔赴的爱情。我上一次很喜欢一个人还是10年前了。我日常也不社交，每天就是公司2点一线，休息日也不出门，基本就是刷短视频补觉。想请教一下，应该怎么拓展我的社交圈呢？打破内心这种不知道是心结还是阻碍的这种，就是实操的太少。哎，算命的说，又来了。算命的说，32岁是我最后的姻缘机会了，今年就是最后1年了，错过了估计后面很难了。希望收到你的回信，哈哈哈。那你要是相信算命的，你再问问他，你别问我了。你说大师，你都算出来了，今年是我最后的这个姻缘的机会，那我去哪儿找啊，大师啊？管杀不管埋呢，大师啊？指个方向啊，我往南走几百米啊，能碰上啊？对不对？让他给你介绍呀，你找大师吧。如果你又觉得大师帮不了你的话，就接着相亲也没啥。你着急吗？你又不想结婚，你比较矛盾。我觉得你得多谈点，对吧？有点怕，这肯定是受过什么情伤啊？这什么症状啊？平时能侃侃而谈，一旦知道有可能发展恋爱，就有种排斥。但是如果遇到闪婚呢，我绝对又是恋爱脑，这么极端，谈谈吧。你要再给我写信的话，你给我讲讲你以前发生过啥，判断不了，矛盾呢前后。但大学有个谈了3年的男朋友，暂且称他为 K 吧，他是很温暖的人。我们很稳定，但我觉得我们不会结婚，因为他是口腔医学生，30岁可能才会开始工作，这个财富积累的进度对我来说太慢了。咋的？你20多岁就能积累起来了？再加上我总隐隐约约觉得他不太上进，反观我自己，其实也并不是多么努力的人。那大3下学期那年，正准备考文学研究生，一方面是觉得很累很辛苦，即便考上也很可能一生碌碌无为，非常焦虑前途；另一方面觉得我可能不久就会工作了，虚构了一番我们未来不同频的人生，觉得大概率不会愿意和他长期走下去。哎，我试探性的问他是否有规划我们的未来，每得到走一步看一步这种答案，我会无奈的失落的小哭一场。我每次都觉得我们必然会分手，但后来想想，我也没有办法对这些劫难给出有效的方案。多次试探，也只是想把我一个人的不满足包装上一层本该属于我们共同的责任，再推卸给他一个人而已。文学研究生啊，真的吗？真是要考文学研究生吗？真的吗？确定吗？总之，我们还是以非常和平温馨的状态度过了我考研失败好，好的，转而用双学位成绩申请去英国读经济学、水硕等等时期。去英国2、3个月以后，大概是寂寞了。在我们异地快半年时，
我对这种抱着手机聊天、没有现在且看不到可实现的未来的感情彻底失去了耐心。这时候，我开始关注一个新的男生，且称他为 Z 吧。我们相知相熟，主要得益于同宿舍楼7、8个人做饭、吃饭这种抱团取暖的社交方式。周末会坐火车去爬山、逛公园。我在没有分手的情况下，告诉过几个人我可能对他有点意思，甚至包括一个对 Z 也有兴趣并且试图向我寻求帮助的朋友。拖了一段时间，各种朋友的打趣，使 Z 隐约知道了我的想法，我们的关系变得有点微妙。这时我感到已经很接近于贝德的暧昧关系，于是我匆忙分了手。没过多久就和 Z 在一起了。我们的相处也是经历了各种磨合，很多杂事不一一细说。我不是良人，他也绝非善类，这是我理解的我们的基本情况。不过后来我们越来越上道了，也逐渐理解了对方的内心。可是有缺憾的开头总让我耿耿于怀。时间转到了现在，我已经回国了，再一次异地。彼时和 K 是喜欢相处状态，却看不到值得期待的未来；而此时和 Z 是可以规划不错的未来，但不太满意现在。今天是情人节 ，K 已经有了新的女朋友，小半年相处的 vlog 里，他很幸福，每条都看了。我最开始是笑着看的，但后来却落了泪。人心不足蛇吞象，也许珍惜当下才是真正该做的，但总是胡思乱想。但这是不是我自作自受？明明是我提的分手，我变了心，我不满意新欢，却回头又变旧爱。两段关系我已经搅黄了一段，这一段我也会搞砸吗？但呐，不好意思带来这么多负能量。啊，有吗？也没不太负，还好，全当分享一下吧。我也相信时间会揭示答案，但是你要是有什么想法的话，也一定要告诉我呀。我非常想知道抽离在外的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些感情问题。也祝小卖部生意兴隆。接着谈呗。啊，没啥问题啊。没啥负能量，没有什么负能量，就是点这个青春的心事嘛，是吧？跟我们分享了一点青春心事，是吧？挺好的，感谢你的分享，很好。我已经很难有这么细腻的想法。啊，但是其实也不细腻，咱看怎么理解细腻，就是很细，但是又很虚。这位朋友，哦，咱们说平时想的细呀、最好能给他想的实。如果说想的细又想的虚，就容易觉得苦，觉得空；想的细，想的实，就容易满足，容易找到方法，找到办法。你要是问我作为局外人有什么建议，就我刚念你这个东西，我不是不尊重你啊，我为什么念呢？就是又要快又什么？就是你看似说了很多话，但都很虚，就是飘着你的生活，你的思考，你没有感觉那种钻到生活里那种踏实的感觉。水油分离，不是水乳交融啊。至于你这恋爱吧，这不很正常吗？年纪轻轻，喜新厌旧，不很正常吗？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跟这个跟那个的都行啊。怎么的呢？没啥大事吧，接着谈呗。还有2分钟发券了，生日快乐，方大喵，生日快乐。比较虚，想的比较虚。这些事儿没啥好想的。嗯，
虚在哪儿？怎么才能想到实？哎，不，你跟一个人在一起，你就想想喜不喜欢？喜欢。是吧？嗯，你看这个想的虚的典型症状，给你再念一遍啊。再一次异地，彼时和 K 是喜欢相处的状态，却看不到值得期待的未来；而此时和 Z 是可以规划不错的未来，但不太满意现在。这就是想的虚，既失去了未来，也丢掉了现在。现在的快乐一点没享受到，未来的规划你也做不出来啊！就是这意思，就是想的虚。什么叫想的实？现在相处开不开心？开心。人行不行？行，处呗。你规划不错的未来，还把你俩能的？嗯，真有本事啊你俩就能规划出不错的未来了？我不相信啊。两位需要同宿舍楼7、8个人一起做饭的留学生朋友，你俩能规划出未来来？啊？你们宿舍楼里烟雾警报你都弄不明白，还规划未来呢？啊，过一天是一天嘛。但你好，有一些创业的事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和正在加入的创业团队是前司工作的时候认识的，前司的时候他们工作完成的都很好，所以我辞职休息了一段时间以后，加入了这个创业团队。我自己后来也又找到了心仪的工作，也很忙，但上升空间有限，所以我始终把这个团队当做自己去当做拼一把的机会，甚至是人到中年体力下降的最后一把，一直都很投入。想说这个小团队要是成了，就不用忍受职场的法则和人际的关系了。你得多成啊？你得成到什么地步才能不用忍受？很难啊。之前就发现了团队成员各有自己未来的安排，但是没想到大家都这么不投入，后续的计划也不明朗，大家也爱拉小群。没想到这么小的团体说话也不畅快。我提出的项目几乎所有内容都靠我一个人做，真的有点精力不济。哎，分出去的活返回来做的也都不好，我要一直返工。活是好朋友做的，不好的东西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还要顾及团队朋友的关系，我感到很疲惫，但是无处说理。因为要创业也是我自己选的，所以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拿不起放不下。我不知道该和创始人在聊些什么还是怎样，因为大家要出远门拉小群，我都不在里面。身边的大家都在劝我算了，但就算是现在丢硬币，我也知道希望是坚持，只是不知道是惯性的坚持还是什么。除了决策坚持和不坚持，到底还能做点啥呢？你这个有这么个逻辑 bug，这位朋友。你看啊，如果说这个团队里什么几乎所有内容都靠我一个人做，分出去的活返回来做的又不好，还要是你一直返工，如果这是真相的话，你为什么不自己创业呢？如果你在这里已经这么不痛快了，还要跟他们一起创业，是不是说明有些东西你是做不到的呢？而且你刚说的这个跟真相离得有点远呢，这位朋友啊，他们肯定是有一些好的地方，对不对？如果这些好的地方你也看不见，你也感受不到，你还老觉得他们排挤你，但你又不愿意走，那你可能就是这些好的地方相当之好，让你觉得这份钱你有机会赚到，那要不就忍了吧？啊，我感觉你最后还是会选择忍。你也没提你拿了多少股份，拿了多少钱，可能是相当优厚的，让你舍不掉。
那咋办呢？但你好，前面都是夸我的，等等啊。好，春节假期之后，每天都很忙，各种加班。自从工作出个闹心事儿，每天上午忙，下午忙，中午吃饭把办公室门一关就开始哭。其实事情过去好几天了，就是想哭，莫名的想哭。工作多年，一直对工作中遇到的人和事儿都想得开，虽然经常遇到糟糕的甚至丑恶的人，也不在乎，毕竟就是工作嘛。哎，但这事儿发生以后，我真的是莫名哭泣。我们的主管部门对我们有监督和处罚的权利，所以工作中我们的地位可想而知。当时主管部门 A 在这项工作中，手机是需要锁起来，只能用办公电话联系。A 收起手机前不知道工作流程，没有记住需要用的号码，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联系他同事 B。B 办公电话一直占线，总算说明了事情。B 说号码不能告诉我，让我转告 A，直接给他打电话。我就又给 A 打电话，告诉他给 B 打电话。A 说 B 的电话他打不进去，占线，又让我连续 B， 让 B 给 A 打。天哪，他俩把我搞懵了，他俩到底能不能互相通个电话？我当时以为他俩不知道彼此的办公电话才让我传话，事后发现他俩都知道，非要我传话，头晕呐，头晕呐，折腾了2个小时啊，中间又经历了他俩终于联系上之后，结果 A 说 B 给他的号码不对，又让我来回联系。到快结束的时候通知我去收尾，我却在收尾工作中又犯了一个小错误，已经尽快弥补了。但我因为我的错误引起了注意 ，A 的领导询问我犯错误的情况，我跟他解释清楚之后，他说可以走了。结果 A 突然叫住我说，今天的工作流程需要号码这件事我事先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啊，问我事先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事先我确实问了工作流程，得到的回复是流程不需要我操作呀。我以为事情就过去了。第2天说要处罚我，主要的纠结点竟然不是我的错误，而是他的工作流程，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他？我怎么会知道他的工作流程啊？我服了。当天 A 没有提号码的事儿，我们也没有因为他自己记不住号码耽误2个多小时的话，他反而咬住了我。后来事情总算过去了，我却一直情绪不好，午休或者没人时我就莫名其妙的哭。每根汗毛都告诉我要战斗，好想投诉，让他认清他其实是他的问题，事情的起因是他没有记住号码，他的工作应该是他去了解，而不是我，我承担我的错误，他也应该承担自己的，而不是赖在我身上。今天我终于不哭了，一工作就情绪不好。哎，虽然以前也没有特别积极工作吧，但是我是一个认真的人呐。是不是因为工作丑恶的人事物看得太多了爆发了呀？怎么调整心态呢？谢谢丹子。在这件事里几乎得不出任何有益的反思啊，没啥。是我就没啥琢磨的。我甚至觉得你碰到的是一个相当不丑陋的人。我这么说你可能会很不高兴。正在听直播的朋友也可能觉得我说的不对，但我觉得你碰到了一个相当不丑陋的人。啊，笨可能有点笨，但他不算丑陋。他第2天说要处罚你们，主要纠结的点是他的工作流程没有告知他，他也没有骂你，他也没有任何就是私下的那种不尊重人的行为，他是去走流程想处罚你。这个人，这个你很不喜欢的，你觉得很丑陋的人，他是想走正常的流程处罚你的。这样的人挺难得的，在他的视角里，可能确实就是觉得你有失职。那我建议对这样的人，你也可以走流程向他反馈啊，这个职责能不能明晰一点，就行了，对吧？再有这种事儿，这个工作流程能不能明确一点，是吧？是吧？我是这么理解的，还好，还可以。不打不相识吧，下次再见面
啊，都没那么多事儿了，咋办呢？没啥事儿，只能就是说，哎，算了，想想还行吧，不是啥大事。工作嘛，哎呦，下面又一个。我刚步入社会，我发现我人一委屈，动不动就哭。又一个，我有一个很急、脾气没耐心的同事，工作中需要经常和他沟通或者询问工作，他总是没几句话，语气就开始不好，变得很不耐烦。别人教一遍就会这种话，你怎么不会这种话？他经常跟我说，其实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心里就会觉得很难过、很委屈、很想哭，已经不止一次了。想问问蛋总，怎么办？如何才能减少这种委屈感？你就哭呗，他说你就哭，你哭呀鼻子，能咋的呀？哭呗，谁上班还不流点眼泪了？橘子酒第二个的，就橘子皮儿扒开那个味儿，哭呗，蛋。今天我转运到欧洲的牛脆脆到了，所以我想这是给你写信的好时机。没有必要，海外的朋友们，我的天，真没有必要。那么大个欧洲，卖个牛肉干的都没有吗？哎呦我的天！今天是情人节，我们就来点俗套的感情问题吧。我比你小2岁，自己一个人在欧洲20年了，单身也有8年了。这之中前几年是因为对感情的失望、对自由的向往、对生活的迷茫、对事业的追求。近2年工作生活都上正轨了，一个人可以照顾好自己，但有时候还是不免有些孤单。我又想谈恋爱了。这时我的同事出现了，他比我小6岁，在隔壁组工作，因此在他入职的这1年多时间里，我们的交集并不多。直到去年年底，我们2个人一起去澳洲出差，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又在那边一起自驾游。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徒步。啥工作呀？出完差能自驾游1个多月啊？啊？我们2个人去欧洲工作完成，在一起自驾游，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什么工作啊？这是出差吗？滞留欧洲啊，不是滞留澳洲啊？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徒步、浮潜、坐观光机，每天晚上喝酒聊天，1个多月。啊？他是一个善良、细心、坦然自若的人，在旅途中很照顾我，提行李箱，吃我吃不完的剩饭和不爱吃的东西，在我恐高时耐心的帮助我。2个不熟悉的人，1个多月的高强度相处，意想不到的轻松。无论是做饭，作息啊，吃饭，旅行计划都没有任何分歧。我寻思你俩过上了呢，还做上饭了，在澳洲租上房了，这旅深度游。这里插一句，在大年初5你直播的时候，有个姐妹问要不要主动推进刚认识不久的相亲对象画的大饼去旅游去滑雪。你说刚开始约会看个电影就挺好，一起旅游太沉重太重了，订宾馆订机票都是问题。商量完这些，加上每天吃喝，感觉要把一辈子都过完了。我感觉你形容的太准确了，我就是这种感觉，莫名其妙就突然变得非常熟悉了。回到了欧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之前的忙碌，工作、朋友、爱好，把时间挤得很满很满。偶尔碰到会多聊几句，很少发信息，但发的时候都会很认真的回复。我无意间提起的事情，他会花时间去完成。他也说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应该不会一直留在欧洲的。而他很喜欢这边的生活。我现在有种做了个很长的梦，然后回到现实的撕裂感。想问蛋总我该怎么办？谢谢你。不是你俩在澳洲这1个多月，那听你这个描述就是没发展啥，没有啥呗，没发生出啥呗，是吧？纯旅游，深度游啊？怎么办？
没啥怎么办的呀？啥也没有发生啊，有啥好怎么办的呢？没啥也没有发生啊。What happens in Australia stay in Australia 的呀，甚至都没有 nothing happen 呀 ，nothing happen in Australia，啥没有啊？这咋整？没整啊，马游。不是徒步浮潜了吗？哎呀，追逐繁星的旅人，这又是啥？谁放炮点我？biu 啪！哎呦，哎呦，蔡国强，哎呦，好嘞，谢谢啊，这个礼物大开眼界。不是什么徒步浮潜，那他还吃饭爬楼梯了呢，那叫发生了啥呀？你听不懂我说的啥意思吗？没发生啊，啥也没发生啊，肯定发生了，肯定没有发生了，他肯定给我写了。在旅途中很照顾我（括弧跟我提的细节是提行李箱、吃我吃不完的饭和不爱吃的东西，在我恐高时耐心帮助我）。什么都没有发生。Nothing happened in Australia. So don't stay in Australia. 啊，该干啥干啥吧，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戏。这么相处下来都没戏，那就没戏。可是为什么呢？什么为什么？什么为什么？这个到底有什么难解的？什么为什么？有券还有10分钟发哈。为什么会没发生什么呢？我哪知道？那原因多种多样啊，那事实就是没发生啊。女生是挺喜欢他的，是吧？这样就没发生呗，那怎么？那为啥俩人一起旅游？他们是出差，出完差肯定还有点时间嘛，然后公司可能还得报销吧，那转转呗。俩人当地都没啥朋友呗，转转呗。但你鼓励一下这个女生呗，我鼓励不了呀，我这不害她吗？我还鼓励她，我看看，没有任何能有戏的迹象呀。啊，不光在澳洲什么都没发生，回了欧洲之后，两个人都不怎么联系了，很少发信息，碰到会聊几句。不能鼓励他，没啥戏了。你也未必有多喜欢他，姐们儿，你也冷静了。有时候这出去玩吧，这个就是人就容易在那种环境里就容易，哎，所有浪漫的那种想象，电影里看来的那种东西，全侵入大脑了。你未必是喜欢他，可能就是喜欢大自然。你缓缓。但我31岁了，在 Top 2的高校校企工作。他25岁，在
这个高校读研。在我过往的校园生涯和毕业后5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惊喜、心动。在北京的初冬，你这个北京说出来，你前面那个 top 2有什么意义啊？你就说出来呗。在北京的初冬，我们每晚在校园里溜达，相互讲述各自的人生，相互了解彼此的模样。我们都用心经营了自己的生活，我们照见了彼此的优秀的人格和精神的世界。我们热爱运动，喜欢探索未知。我们都情感经历简单，宁缺毋滥。我们都喜欢打打闹闹，也认真谈论三观。在2周不到的高密度见面后，我们在一起了。尽管我在此之前从没想过找弟弟，尽管在此之前慢热的我从没有如此冲动进入一段恋爱，尽管在此之前我已经好几年没有遇到过喜欢的人。对我来说，在感情中经历了漫长的等待之后，我明白这次相遇珍贵，并勇敢走向了他。悲剧的开始，真的，我现在都不敢往下念了。这两组排笔记一出来，就觉得后面肯定是天旋地转。头已经开始微微发晕了，微微的晕呐。在一起那天，11月26号，北京下了2024年的第一场初雪。为什么为什么这个道理非要好，之后的相处让我深切地感受到，爱需要共同的经历和时间的沉淀才能抵达彼此的灵魂。我会因为他选择在跨年当晚回学校准备考试而生气，他没有重视和我共同迎接新年。又来了排比句，他会因为我因此2天不理他而讨厌我的低气压。我会因为他在我要出差2周的前1天没来找我而生气他不够爱我。他会因为明明前2天刚见的面而觉得我有诉求不直，说爱生闷气。这些磨合都是正常的，在调整中我们仍然相爱。核心的问题是，他严肃地和我说过，在北京上学6年后，作为广东人的他，在1年半毕业以后希望回到南方发展。这个想法在我们初识时他也动摇过，但最终没有改变。而我已经在这个城市有个稳定的工作、车、房、户口。他的结论是，我们分开吧。他不想看到我赌上珍贵的这2年择偶时间，他不想看到未来的我在现实面前输得很惨，他也不想内心背负很大的负担。我没有同意。你当然没有同意了，但这个事儿需要你同意吗？姐妹儿，这事儿用不着你同意啊。我们在校园里悲伤地谈论着这个现实的话题。我说我不会因为年龄、地域这些问题和他分手，我只接受他不喜欢我了而分手。那我替他说吧，他就是不喜欢你了，他有点说不出口。姐妹儿怎么就爱听这话呢？那我替他说吧，他不喜欢你了啊！真告诉你，你又不乐意。我很愿意为了自己的伴侣去一个宜居的南方城市，我也相信以我的能力可以在新城市找到好的工作。四目相对的时候，我们都湿了眼眶。那一刻，我感受到我们的关系从喜欢升华到了爱。这时候我们在一起才1个半月，却感觉已经看到了彼此的灵魂。然而几天后，他放假回了广东，我们开始异地，感情开始变得磕磕绊绊。有没有可能是冻的，姐们儿？北京风又大，这个眼眶湿的，啊，有点寒冷。哎，姐们儿，你醒醒行不行？哎呦我的天，你醒醒吧，他不喜欢你，你醒一醒啊！咱们这春天不刚开春吗？咱忘记这个冬天吧，行不行？咱们这赶紧再找一个不就完了吗？哎呀，怎么后面还有这么长啊？哎呀，我的天哪！姐们儿，2周后，我因为感到他的冷落，尤其几次提到了感觉不能耽误我该生气。摩托车，
你怎么又在摩托车？在那通电话里，他提了分手，我删掉了他。然后是疯狂忙了工作5天，在春节假期开始之际，我加了他的微信，希望能聊一聊，但是他坚定的拒绝了。在我挽留的文字中，他坦言他已经不再喜欢了。行吧，这男的还行啊，可以，男的算他坦诚吧，这也承认了。他说他对我的不喜欢是一泻千里的，这句就没有必要了，兄弟。哎呀，这后头这干啥呀？他还说感觉自己还会交很多女朋友。他说划清界限吧 ，Miss X 啊，Miss EX。哥们儿，这些话你有必要非得说吗？哎呦我的天！我无法形容我在听到这些话以后巨大的悲伤和失落感。这些话击穿了我，是吧？你看，我就知道。你瞧瞧。真跟你说，你也不能乐意。哎，我责怪自己一时冲动提分手删了他，干啥呀？你不删他，他也得删你。我责怪自己任性，你已经很不任性了。我反复反思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让他竟然在分开时说出了这样报复性的话来伤害。我说这句话你别难受，你应该是说了不少排比句，姐们儿啊。我这边不建议你反思责怪自己，但是如果你真的好奇，说你究竟是说了什么，让他要说出这么多报复性的话来伤害你，你别往心里去，你别难受啊。但我真的猜测，你应该就是说了太多的排比句，就是这个感情，就是排山倒海，接踵而来，让人应接不暇，只能逃避。我感觉是这，我没有说笑话你的意思，你们别在那哈哈了。就是我没有觉得这个姐们有什么错啊什么的，但是她就是她要好奇，是为什么？就因为这个，归根结底是什么？归根结底是她不喜欢你，她不喜欢你呢，你又非要挽留，你感情一浓郁是吧？排比句一整，她就开始说这种报复性的话了，是吧？归根结底是她的问题，这人说话也没什么礼貌。你别反思啊，没啥好反思的啊。冷静，你现在需要的是，不是反思，没什么好反思的，冷静一点。感情太浓郁了啊，伤害自己了啊，姐妹儿，好吧，我说你爱写排比句，你可别不高兴了。我的意思是你把你这个感情收一收，控制控制，这注定没有结果呀，何必呢？还反思上了。一切像烟火和流星一般短暂的流逝，我们还存在在彼此的微信中，却成为世界上最遥远、最陌生的2个人。那不一定，那不一定，肯定还有更陌生、更遥远的，是吧？伤心笼罩的春节过去了，干哈呀？不会吧？不会又回去找他了吧？我求你了。我看看，我先别念了，我看看啊。啊，没有，就是难过。行，难过我就不念了，看看我那个，看看你那个。不是我这个一念吧，我也忍不住，我容易我再给他加重点伤害，又是一些排比句。行吧，看看结尾，中间是一堆难过，不能接受，特别难过。哎，我真不是说想讽刺你，你这个得那个调整啊，姐妹儿，这不调整，你这将来也是个麻烦。天，这什么呀？给我写信这一天是他26岁的生日，他前男友。我想象过很多次他放假回北京以后我们相聚过生日的场景，但绝不是现在这样的残局。
不知道多年以后我是不是真的会感谢这段感情没有耽误我太久。你还搁那，他那个耽误你就是随口找的一个理由，核心就是不喜欢你，就是不喜欢你啊。只是现在我只能继续向前走了，太好了，继续走向更好的自己，太好了，快去啊！姐们儿，感情充沛是好事儿，但是也不要丧失理智啊，姐们儿。是吧？想想嘛，有时候就是，哎，算了，别说了，反正你冷静一点啊，你以后也都冷静一点，不然你还容易碰上这种。就是啊，哎呀，就是，哎呀，哎，刚发券了是吗？11点了，发过券了，大家随便买点啥，感谢啊。姐们儿，这个人啊，这个小弟弟啊，反正跟你说了嘛，你31，他25，你拿他当弟，他拿你当小傻子啊。他整个这个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投其所好，投你所好，好吧？你们像两面镜子，照见了彼此优秀的人格和精神世界。没有，他像一面镜子，你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你，你对他来说，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你看他能看到自己呢？他想让你看，他知道你喜欢啥。啊，醒醒！醒醒啊，醒醒！我们都情感经历简单，你信了？好吧，当时你俩是镜子的时候，你说我们都情感经历简单，宁缺毋滥。你再看看呢？你再往后看看呢？他跟你分手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感觉自己还会交很多女朋友，这是情感经历简单，说得出来的。你自己捋这个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赶紧给他忘了呗。是不是？捋给忘了，完事儿了。你说你具体，有什么难过呢？没啥，不就是一个半月体验了一场恋爱吗？不挺好吗？你这么想想行不行呢，姐们儿？完事儿了呗。啊，后来发现这人不太行，不太行了以后再谈呗。嗯，才一个半月，你说是吧？
是不是？我真不是讽刺他，我说这个排比句的问题，就是这一瞬间一下上头上成这样，猛烈的感情，这不太好，耗神啊，对你不太好。有啥嘞？谈呗，接着谈呗，接着遇呗。啊，多谈谈。确实是今天这个，行，刚读完这个好像没那么疼了。